这只公猫正在给老鼠喂奶，还会像保姆一般照顾它们的生活起居。原来它们并不是普通的老鼠，而是生活在河流边的河川鼠。它们不吃人类世界的垃圾，也不吃被人丢弃的腐肉，主要靠着收集野外的水果为生。可不知什么时候，人类却开发起了这片土地，河川鼠一家的巢穴消失了，所有过冬的食物都被埋入地下。爸爸告诉他们要坚强起来，只要沿着河流一直向下，就一定能找到没有人类出没的新家园。沿途的风景不仅充满好奇，还充满了危机。一只黄大仙发现了他们，鼠爸带着孩子躲在洞口不敢出来。黄大仙也不想让到嘴边的猎物就这样逃走，他拼命地往里钻，而鼠爸却勇敢地冲出，咬住了黄鼠狼的鼻子，痛得他嗷嗷直叫。没一会儿就放弃了这棘手的猎物。真正到了外面，他们才发现这里已经很难再去找到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了。为了避开猫咪，鼠爸带着他们跟随自行车一起前进。聪明的头脑让城市里的猫都望而却步。终于在一个小河畔，哥哥塔塔闻到了食物的气息，果然地上有着一地的榛子。这里的食物已经足够他们过冬了，没有人类的打扰，又没有其他天敌的踪迹，无疑是河川鼠生活的一块风水宝地。突然天空下起大雨，鼠爸赶紧带着孩子前往天桥下避雨。也就在这时，原住居民却跑了出来，他们是这一带的沟鼠，也是这个区域的统治者。同为鼠类，鼠爸想在附近定居下来，对方却并不想分享资源，言语间极力想赶走这一家人。鼠爸眼看情况不对，就要带着孩子离开，可沟鼠却不依不饶，还要求他们把果实交出来。塔塔生气地把果实扔进了河里，这下也彻底地激怒了沟鼠一家。两个老鼠家庭开始了追逐战，河川鼠爬上了围栏，沟鼠却没有攀爬能力，直接掉进了水中。他们一个在上面跑，一个在下面追，不知跑了多久，最终弟弟由于体力不支摔倒了。他们躲在人类的屋檐下，沟鼠也没有再追过来。可琪琪实在是太饿了，他准备在附近找点食物，却在这时又遇见了另一对老鼠。どうした？なんだあの白いのは。よそ者だ！眼看孩子有危险，鼠爸叼起他就跑，意外掉落的粘鼠贴直接把坏蛋头给粘住，这下是彻底得罪了第二方势力。本就不大的城市已经找不到他们落脚的地方了，很快他们就被城市里的老鼠包抄。没有办法，下水道成为他们唯一的逃生通道。他们在地下前行，终于在不久后逃离了追杀。可是他们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，小儿子琪琪更是累得昏倒过去。一向坚强的鼠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突然一个声音却从下水管道传了出来，他们不知道是谁的声音，但唯一的希望就在眼前。鼠爸也不想放弃，长满水草的背后不知道是什么生物，但对方的语气和善，鼠爸选择相信对方。爬出时却进入了人类的洗手台，而一只黑鼠也恭候他们多时。他们现在是在图书馆的内部，所以一到晚上就是他们最安全的时候。只要不去触碰这些书籍，那人类永远都不会发现他们的存在。黑鼠把他们带到了厨房，在这个隐蔽的小屋内，有着他储藏的大量食物。对于饿昏了的河川鼠一家来说，这或许就是他们梦想中才能吃到的美味。坚硬安全的玻璃是猫和黄鼠狼进不来的保障，只要他们愿意留下来，黑鼠也会十分欢迎的。或许是一个人待太久了，雷谷也希望能有新的伙伴跟他一起生活。毕竟哪个老鼠还不是个群居动物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在图书馆泡久了，老鼠也能成为一个诗人？光の粒が僕の上に降ってくる。光の川が僕を押し流してゆく。踏みとどまろうとしても川床の砂はさらさら崩れるばかり。他是这个图书馆唯一识字的老鼠，但今天他却救回了流浪的河川鼠一家。这一家人第一次进城，狗子见到就嫌弃他们，猫咪也想吃掉他们，就连近亲的家属也不待见他们。幸好遇见黑老大，河川鼠一家才找到了一个定居的港口。在这里不但食物充足，还有得天独厚的保护屏障，像那些天敌猫咪、黄鼠狼之类的根本进不来。作为这里的老大哥，他还给塔塔科普了人类世界的知识。但小河川鼠哪会明白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？他们在管道间游走，也在悄悄地熟悉这个陌生环境。一到晚上，图书馆也不再冷清，哥哥和弟弟特别喜欢在这里打闹。可他们突然发现书原来是长着尾巴的，两小只对书籍打起了主意。等拉出后才发现，这本书记载的就是自己的家乡川之光。他们惊呆了，可黑老大却制止了这种不理智的行为。要是他们被人类发现触碰书籍，将会是灭鼠之灾。之后小河川鼠就再也没有触碰过书架，但是却爱上了人类世界的美食。不得不说，人类做的点心是真的好吃，就连鼠爸都忍不住地夸赞了一句真香。可大儿子塔塔不知什么时候却爱上了水流的声音，绵延不绝的流水声把塔塔拉回到了从前的故乡生活。而鼠爸和黑老大也看在眼中，认为孩子们一定是想家了。这天晚上，黑老大又在对着月亮吟诗作赋，浓烈的思乡之情却听得塔塔哭出了声音。在安慰塔塔的同时，黑老大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原来他曾经也有个族群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，从前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。川之光的河流同样也是他梦想中的桃源乡，希望塔塔一家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帮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第二天，鼠爸他们最终选择了分别，他要带孩子们回到没有人类打扰的生活环境。黑老大推荐他们走下水道，可以避开家属的视线，回到河流附近。虽然可能不会再见了，但这并不是永远。黑老大的信念一直都会留在他们身边。鼠爸带着孩子们穿越肮脏的下水道，可前面的路段太黑了，他们咬着对方的尾巴防止走散。在下水道附近迷路是最危险的事情。小儿子琪琪过于害怕咬疼了哥哥，导致三人纷纷跌倒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危机悄然来临。排泄的废水正在疯狂地朝他们袭来，他们一路逃窜。幸好第二个通道口存在着一个垃圾堆，才彻底摆脱废水的纠缠。地下水位上涨，普通的方法已经走不出下水道了。琪琪突发奇想，用人类的一次性塑料碗做出了一个小船。河川鼠一家再次起航，这次的速度不知道比之前快多少倍。
但快速前行的同时，小儿子琪琪却消失不见了。爸爸回头一看，琪琪已经落入水中。鼠爸不顾危险要冲下去救回孩子。就在琪琪体力不支的最后一秒，他被拯救了，但同时更大的水浪也呼啸而来。等他们被冲出地下通道后，只有塔塔还保留着意识。爸爸为了保护最小的弟弟受了重伤。就在塔塔想要先救爸爸还是先救弟弟时，一只猫咪却站在自己身后。勇ましいこと。塔塔下意识的行为让猫咪发出了笑声，不过它并不会吃老鼠，而是一只只喜欢吃鱼类的俄罗斯蓝猫。看到对方没有恶意，塔塔也跟随来到猫咪家中。没想到拯救他们一家的居然是自己的天敌。塔塔还没发现奶奶即将到来，蓝猫却赶紧把它们藏在自己的身下。ブーちゃん、お散歩してたの？ちょっと、自分でちゃんと隠れなさいよ。ごめん。就在蓝猫还要继续批评他时，却发现最小那只居然在偷偷喝奶。蓝阿姨也准备先给他们洗个澡，因为奶奶健忘症状老犯，所以家里的食物永远都是充足的。在完全照顾好爸爸之前，蓝猫允许他们一直都可以留在这里。在洗澡时，他们突然嗅到了奇怪的香味。小蓝告诉他们，这气味是奶奶做的染料所散发的，那是一种能改变布料颜色的神奇液体。相比这个，小蓝还是更在乎奶奶弄丢的戒指去哪了。琪琪听染料听得入迷，心里也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当天晚上，琪琪就莫名消失了。他一个人偷偷来到染房，趁着无人时刻，打开了红色染料桶的盖子。就在他想要纵身跃下时，幸亏小蓝出现一尾巴将他救起来。あんた、死にたいの？原来琪琪一直因为自己变异的毛发而感到自卑，全家人都是统一的红色毛发，而只有自己长着一身白毛，同类不待见他，还很容易被天敌攻击。虽然鼠爸爸曾经一直安慰他，但琪琪却因此越来越自卑。小蓝把他带上房顶，告诉琪琪，这其实是你的妈妈赐予你的幸运色，哪只老鼠能有你这么可爱？要是你妈妈还能看见，也一定会感到骄傲的。琪琪在一句句夸赞中迷失了自我，原来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呀。鼠爸爸的伤口很快就痊愈，他也没想到拯救自己一家的居然是自己的天敌。不过他们这次也快要分别了，不久后冬天就要来了，他们需要去寻找新的巢穴过冬，而琪琪却在这个时候消失了。小蓝以为他又跑去了染房，可等来到这里也不见琪琪的踪迹，他们着急忙慌寻找，琪琪却自己从壁橱下钻了出来。原来他一直不曾忘记小蓝想找回戒指的心愿，现在琪琪帮他实现了。チッチおばちゃん痛いよ。おばちゃん、嬉しい。一家三口正式做出道别，虽然可能不会再见面了，但和小蓝相处的日子真的很幸福。鼠爸爸一家终于回到了河边，这里太适合他们生活了，只不过混凝土的地面让他们根本筑不了巢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只幼鸟居然卡在了石头缝中，两小只哪受得了，极力恳求爸爸能救救它。三只老鼠通力配合，才把幼鸟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小鸟现在又冷又饿，鼠爸和塔塔决定去外面找点吃的，而琪琪则留下来照看小鸟的伤势。鼠爸在公园打洞想找点类似蚯蚓的食物，突然两只小鸟莫名向鼠爸啄来，原来他们就是幼鸟的父母。听说孩子被三只老鼠带走了，势必要来个鱼死网破。也就在这时，幼鸟却自己跑了出来，还误打误撞学会了飞行。没想到他们真的是错怪人了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他们准备帮助河川鼠一家寻找居住地址。麻雀可是天空侦察的一把好手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没有动物占领的宝地。目的地正式确定，三只河川鼠连夜出发奔赴新家园。他们准备搭乘公交缩短沿途的时间，只要躲在手帕上，人类就发现不了他们。下一站很快就到了，可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。公交车一路开着，他们悄悄说着憧憬的未来。而此时水面的波光正好映射在公交车上，鼠爸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到了。公交车再次停下，鼠爸带着两小只赶紧冲向车门，没想到车门并没有开，而是在等红绿灯。鼠爸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折返回去就打开了车门开关，两小只成功下车，而爸爸却一个人留在了车上。所有人开始拍打他，驱赶他，鼠爸也顺势跳出了窗外，误打误撞就来到了河流边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庆祝时，天空却下起了大雪，他们已经没有机会筑巢过冬了。夜晚他们暂时找到了一个避风港，但大风一吹，锅盖差点就把他们埋没。没有办法，鼠爸一家又开始了新的寻家之旅，而琪琪也快坚持不住了。三只老鼠趴在雪地中互相取暖，听说只要抱在一起就不会再冷了。渐渐的，他们也不知在雪地躺了多久，昏迷时却意外的被当地的河川鼠家族找到。最终他们找到了新家，也奔赴到了梦想中的川之光。如果生活值得我们去冒险，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也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向前冲吧。